其實聊這些心情是很輕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中發生的各種事，無論是杜琪峰的黑社會三部曲，還是各個國家不同體制、不同政治鬥爭的各種風起潮湧，男孩子嘛，男人對這些總是很感興趣，所以這就是老 K 為什麼每天聊足球新聞的樂趣所在。好的，朋友們，咱們先對明天的歐冠比賽進行預測。國際米蘭對阿森納，看好阿森納。另外看好客場作戰的曼城，主场作戰的皇馬，客場作戰的大巴黎和主場作戰的托特納姆熱刺。希望熱刺真的可以止跌反彈，在主場能夠戰勝多特蒙德。今天的節目後半部分有老 K 想說的一些心裡話，死忠粉們、老朋友可以听一听。那麼老規矩，喜歡的話歡迎大家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做節目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感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那麼今天《泰晤士報》還專門發文分析，在對陣萊萬特的比賽中，伯納烏的球迷對皇馬球員發洩憤怒，維尼修斯和貝林厄姆遭遇尖銳的噓聲，這反映出球隊整體上的下滑。還有哈維·阿隆索被解雇，這在球迷中引發的不滿。文章寫道，上周六，皇馬的前任主帥安切洛蒂回到了伯納烏球場，卻被當地球迷的噓聲震得措手不及。現場的聲音和他執教時期熟悉的掌聲與喝彩截然不同，既沒有為他這位巴西隊客場主帥鼓掌，也沒有為皇馬其他球員歡呼，只有少數本土球員因為受到球迷相對的寬容而免於噓聲，其他人則都成為了憤怒情緒的發洩對象。這股憤怒可能是過去10年來最猛烈的一次，幾乎像是球迷對皇馬糟糕一周的公投。僅僅在6天前，皇馬在沙特參加西班牙超級杯決賽，再次輸給巴薩。返回西班牙僅僅數小時後，俱樂部便解雇了主帥哈維·阿隆索，而這距離他接替安切洛蒂執教不過7個月。阿隆索的臨時繼任者阿維羅亞從預備隊被提拔到了伯納烏，並在首場比賽國王杯客場對陣西乙低排名的球隊阿爾巴薩特，以2-3落敗開局。因此，對於接下來與萊萬特的西甲主場比賽，球迷們的噓聲早已在意料之中。雖然比賽安排在午間開球，通常觀眾會相對平靜，但是當播音器在開球前宣布維尼修斯的名字的時候，現場的分貝瞬間飆升，仿佛在聆聽一場搖滾演唱會。噓聲的形式多樣化，其中貝林厄姆承受的噓聲尤其尖銳，他經歷了極為殘酷的起伏。有時在8萬觀眾面前被高唱 Hey Jude， 有時又成為球迷追捕出賣者的對象。儘管現場沒有高呼阿隆索的名字，但很多皇馬球迷認為，這位被解雇的前皇馬球員出身、年輕的教練被某些球員和俱樂部本身背叛了，削弱了他的權威。維尼修斯和阿隆索關係緊張的標誌性事件是去年10月在主場戰勝巴薩的時候，維尼修斯在被換下場時的不滿反應。事後，維尼修斯雖然為自己的小動作道歉，但沒有向阿隆索道歉。球員巴爾韋德也遭遇了噓聲，這是對他曾公開抱怨阿隆索安排他打右後衛而非中場位置的報復。實際上，當時卡瓦哈爾和阿諾德都缺陣，阿隆索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至於貝林厄姆遭到的噓聲，則更多源於他在場上的一些舉動，常常被認為對失誤的隊友表現出一種輕視，以及他個人狀態下滑，使貝林厄姆成為過去18個月皇馬整體水平下降的风向標。他曾經在20歲的时候為皇馬貢獻了23個球、11個助攻，幫助球隊拿下23到24賽季聯賽和歐冠雙冠的貝林厄姆，如今影響力明顯下降，而皇馬自那以後再也沒有獲得重要的獎杯。對於安切洛蒂來說，那天是頗為尷尬的一天。他一邊看着上半場平淡無奇的比賽，一邊聽到維尼修斯被噓，貝林厄姆也遭到部分嘲諷。作為巴西隊的主帥，準備帶隊參加世界杯的安切洛蒂對維尼修斯的狀態仍然十分關心。他最清楚，當球員在噓聲中用手遮住臉，並且在比賽結束哨響後立即離場時，這絕非一個健康、充滿鬥志的維尼修斯。在接下來的伯納烏比賽，周二對陣摩納哥的歐冠比賽中，激活維尼修斯是阿維羅亞的重點任務。新任教練表示，把維尼修斯發揮到最好，這是我的責任。我會告訴隊友盡量多傳球給他，因為維尼修斯是世界上最擅長1對1突破的球員，他會像以前一樣為我們贏得更多冠軍。對於阿維羅亞來說，現場針對主席老佛爺的零星噓聲
是來自不愛皇馬的人。過去25年裡，老佛爺一直是俱樂部的靈魂人物，他推動了歐冠歷史上最成功的时期，也促成了多筆精彩的簽約。但上賽季引進的新援尚沒有展現同等的價值。在經歷了17位教練的更替後，很難判斷老佛爺對伯納烏主帥的具體要求究竟是什麼。有時他會更看重主帥的皇馬歷史背景，像齊達內、像阿隆索這樣的教練，都曾經在皇馬球員時期留下深刻的印記，並在執教時能夠延續這種文化的傳承。有時他則更加看重主帥的個人履歷和資歷，例如穆里尼奧和安切洛蒂，他們都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和顯赫的執教背景。而阿維羅亞雖然是頂級聯賽的新人教練，但他曾經在穆里尼奧和齊達內麾下效力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比賽經驗，並且直接從皇馬預備隊升任伯納烏一線隊的主帥，這也讓他具備一定的適應的優勢。阿維羅亞開局並不理想，國王杯的慘敗和聯賽上半場乏味的表現，使他遭遇了看台上球迷的強烈不滿和尖銳的噓聲。然而在半場調整時，他迅速借鑑了阿隆索的戰術手法，讓土耳其中場居莱爾替補登場，擔任中場組織核心，帶動了球隊的節奏和進攻活力。居萊爾很快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他策动了姆巴佩衝擊萊萬特禁區，並為球隊贏得了一粒關鍵點球，由法國隊長親自罰入，這也標誌着姆巴佩本賽季第30個進球的到來。隨後，居萊爾再送出本賽季第10次助攻，由勞爾·阿森西奧頭球破門完成得分。這一系列的積極表現讓球迷終於看到了值得喝彩的亮點。在被噓的壞人中，出現了可以被稱為英雄的球員。阿森西奧作為卡斯蒂利亞青訓出身的球員，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噓聲，而姆巴佩也相對免疫，因為他顯然是皇馬爭奪國內聯賽冠軍和在歐冠延續希望的關鍵球員，是球隊保持競爭力的重要依靠。除此之外，阿維羅亞還必須面對其他的挑戰，他需要想辦法解決中場缺乏硬度的問題，同時恢復身價7000萬歐元的中後衛何伊森的自信心，並且在合適的時候利用自己在皇馬和利物浦擔任右後衛的豐富經驗，逐步激發自去年12月因傷缺陣的阿諾德的潛力，讓伯納烏的觀眾都能夠看到這名英格蘭球員真正的水平和能力。目前皇馬的球場氛圍雖然依然充滿憤怒和尖銳的批評，但對於阿維羅亞來說，這也正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通過自己的戰術安排和臨場調整，為球隊注入新的氣象，同時逐步改變伯納烏的賽場氛圍，讓球迷重新燃起對球隊的信心和期待。是的，所以阿維羅亞本土教練加上皇馬名宿，加上真正的马德里主義者，個人覺得下半賽季的皇馬值得期待。那麼明天皇馬主場對摩納哥的比賽，看好皇馬。好，目前姆巴佩近2個西甲賽季5項數據排名所有的球員第一，他在西甲出場了53次，貢獻了50粒進球和7次助攻。在西甲联賽一共完成了524次對手禁區內的觸球，255次射門，127次射正，直接參與57球，打入50個球。這5項數據都排在同期所有球員的第一位。所以很簡單，如果沒有姆巴佩，這2個賽季的皇馬也許還會更糟。也許我們不應該再抓什麼內鬼，也不應該再互相批評了。先拿出一個東西，團結，一起應對目前的挑戰。6月份尼科帕斯就會過來了。現在尼科帕斯本賽季在意甲聯賽中參與了14粒進球，在意甲只有勞塔羅的參與數比他更多。他的踢法攻擊型前腰，未來回到皇馬一定會有自己的位置。那麼相關消息說，切爾西已經向皇馬明確表示，2026年恩佐在斯坦福橋並非非賣品，只要報價達到切爾西俱樂部心理預期，切爾西對談判就持開放的態度。這也就意味着切爾西並沒有將恩佐視為絕對核心。今天有消息傳出，說皇馬有意在2026年夏天簽下切爾西的當家球星恩佐，球員本人對轉會皇馬持開放態度。據說皇家馬德里得知切爾西願意在2026年出售恩佐後欣喜若狂，他們準備彌補當年沒有簽下蘇比門迪的錯誤，所以未來的切爾西也就走這條路了，低價買入年輕的小將，開彩票，一旦打出最高身價，就像股票一樣把它套現。25歲的恩佐差不多了，下一個就是幾年後的凱塞多和帕爾默。好，維尼修斯方面，皇馬對他的續約報價仍然有效，俱樂部仍然希望他能完成續約。雖然在伯納烏被噓對維尼修斯的形象造成了影響，但隊友、管理層和教練組的反應
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維尼修斯在球場上經歷的不快，大家都給予了他安慰，並讓他意識到自己對球隊的重要性。皇馬的理論是，儘管維尼修斯也有責任，但教練組當時在處理和他的關係時管理不當，或者至少可以更好的處理。問題在於，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維尼修斯將如何面對已經懸而未決1年的續約問題？大家仍然清楚維尼修斯的意義以及續約的必要性，始終在皇馬俱樂部制定的薪資結構範圍內進行談判。皇馬之前提出的續約報價仍然有效，阿維羅亞上任以後，這個報價也沒改變。現在維尼修斯需要採取行動，他知道俱樂部在順境和逆境中都站在他這一邊，他需要做出決定。合理的預期是解決方案將在未來幾周內出現。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全面恢復正常，特別是在球隊和球迷之間的關係上。好，另外曼聯方面，曼聯和前狼隊的中場魯本內維斯之間有過緋聞，但曼聯方面已經在淡化1月簽約他的可能性。過去曾經有報道說魯本內維斯加盟曼聯的交易即將達成，但現在可能性大為降低，這些簽約是長期計劃的一部分，所以就跟塞门約拒絕曼聯一樣，目前看來魯本內維斯冬天可能也來不了了。另外，塞爾電台有消息說魯本內維斯想在冬窗加盟皇馬，但皇馬主席老佛爺並不傾向於進行這樣的引援，主要是內維斯的合同在6月就會到期，皇馬認為在賽季中期支付轉會費是有風險的，因為還不確定他的表現是否能在皇馬立刻見效。現在利雅得新月方面仍然希望和魯本內維斯續約，並也提供了不錯的合同。而另一方面，皇馬已經了解到魯本內維斯想加盟皇馬，但無論是老佛爺還是董事會對此還沒有明確的態度。皇馬現在阿維羅亞上任之後自己已經明確了3項核心的任務，當然這是明面上的。第一是改造居萊爾，讓居萊爾成為球隊中場的核心。這一點老 K 是很支持的，特別上一場比賽，起碼在虐菜的比賽中，居萊爾可以起到中場傳球組織核心的作用。第二點就是強化皇馬球隊的防守體系，這一點也非常的对症下藥。第三點要全面提升球队體能狀況，其中體能訓練工作將由平图斯具體負責。那麼第三點也就是將安切諾蒂时期最重要的優點之一給繼承了過來，而過去的主帥阿隆索得罪了體能教練平圖斯，這是一大罪狀。在平圖斯被阿隆索下課了之後，依然留在皇馬，這就能看出主席老佛爺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好，現在皇馬已經接連錯失了西班牙超級杯和国王杯，所以另一方面也是因禍得福，全部重心就可以投向歐冠。那麼阿維羅亞現在明確的这3項優先任務，前2項會由主帥親自主導，第3項就完全交給平圖斯。還有隊醫米西奇也將負責關鍵的醫療方案的執行，尤其是現在備受關注的姆巴佩膝傷問題。在對陣阿爾瓦塞特的比賽中，阿維羅亞試驗了以居萊爾為核心的戰術體系，不過那一場比賽只有土耳其小將居萊爾是隊中唯一表現亮眼的球員，所以球隊也最終失利，而且遭淘汰。這也導致在第2場對陣萊萬特的比賽中，居萊爾一度淪為替補。不過居萊爾替補登場之後，真正展現出了在中場能夠驅動整支球隊、提升整體表現的能力。其中姆巴佩對居萊爾的支持尤為明顯。皇馬現在的技術團隊對球隊現狀的診斷集中在3點：第一，急需一名組織型中場；第二，必須鞏固防守體系；第三，皇馬的體能儲備必須加強。那麼冬窗皇馬現在不會買人，所以現有陣容中只有居萊爾被視為唯一具備開闊的視野和能夠連接左右兩翼的組織者的人選。阿維羅亞將給居萊爾賦予主力地位和固定的位置，並且給予充足的磨合時間。至於最後能否真正坐穩核心，最終還是取決於居萊爾球員自身的表現。現在他已經擁有機會，不過這不是無限期的特權。那麼防守方面，球隊在等待傷員回歸的同時，必須先依靠現有人員穩住局面。皇馬現在期待關鍵的後衛赫伊森能盡快找回狀態，而左後衛卡雷拉斯必要的時候可以客串中後衛。鞏固中後衛現在是賽季末前的重點目標。俱樂部計劃到了6月，到了夏天再引進1到2名中後衛。此外，皇馬還將物色一些有潛力的年輕組織型中場作為未來的儲備。而現有合同即將到期的塞巴略斯則確定不會續約。第3點，在體能和醫療管理方面，首批措施包括先根據賽程合理規劃休息，在巴爾德貝巴斯基地加強有球和無球的訓練強度，避免球員帶傷冒險。像之前姆巴佩帶傷出戰國王杯的比賽，希望不會再有。從現在開始，皇馬上下只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就是奪得歐冠。俱樂部高層，尤其是主席老佛爺認為，如果能夠贏得歐冠，就足以彌補這個賽季出的遺憾。
歐冠是皇馬永不放棄的至高榮譽，依然在現在可觸及的範圍之內。本輪歐冠，皇馬將在主場迎戰摩納哥，也將遇到老熟人巴薩的恩蘇法蒂。那麼在賽前發布會上，阿維羅亞又談到了伯納烏近來針對維尼修斯的噓聲。阿維羅亞說：“我想要、期待並希望得到的是伯納烏對所有球員的支持，尤其是對維尼修斯的。多年來，維尼修斯一直在書寫他的歷史，他為我們帶來2座神奇的歐冠獎杯，他需要伯納烏球迷的支持才能發揮出最佳水平。維尼有一顆大心臟，也非常感性，他的球風同樣如此。作為教練，我希望看到伯納烏的球迷和維尼修斯以及其他所有球員站在一起。至於我們是否缺少一名創造性中場，在來的第一天我就說了，我現在已經有一套強大的陣容。在和球員們共事的這6天裡，我意識到他們比我以為的還要厲害。我是來爭奪各項冠軍的，西甲冠軍和歐冠都要。我們會做爭冠應該做的事兒。我希望球迷們支持我們。皇馬贏得這些冠軍是因為整座伯納烏的支持。你去問問我們的任何對手，他們都會談到伯納烏的氛圍。這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深知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而球員們和上一場一樣，需要奔跑，需要拼盡全力，需要制造威脅。上一場我們下半場表現很好，那樣的維尼修斯和貝林厄姆正是我們想看到的。2個人都是世界級的球員，他們也需要球迷的支持，才能發揮出最佳狀態。而關於老佛爺我過去的那些言論我把前幾天說的話再重複一遍。作為皇馬青訓或皇馬球員，更加作為教練，我尊重觀眾和他們表達看法的權利。噓聲削弱了球隊，削弱了皇馬。我知道現在有一些試圖削弱皇馬的行動，我也知道这些行動是誰組織的，他們騙不了我。哈哈，打萊萬特那一場球，安切洛蒂也在看台上。哈哈哈，我要給安切洛蒂寄一個缺勤，因為他沒有來跟我打個招呼。如果明天他還來，希望他能下來跟我見個面。我也被他指教過，這是我的榮幸。安切洛蒂可是奪冠最多的教練，他的偉大無需多言。皇馬這個隊徽就要求我們必須付出努力。我看到了一群態度特別端正的小伙子，他們積極壓迫，互相配合，拼命逼搶。我堅信在皇馬這家俱樂部，努力是最重要的。我們會爭取成為一支全力以赴的球隊，同時也充分了解每個球員的特點和作用。皇馬球迷內部不會分裂的。我看你們很擔心犧牲，但我知道伯納烏的觀眾是怎麼樣的。我跟球員們也說過了，如果有誰是公平的，那就是伯納烏的觀眾們了。希望他們看到滿意的比賽，我們正在為此努力。我們知道球迷們會支持我們，觀眾想看到自己的球隊，我們很清楚這一點。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出戰明天的比賽了，我們对此深信不疑。而你問我那些針對皇馬不利的那些行動，哈哈，你們才是記者，而我是皇馬的主教練。我專注於和摩納哥的比賽，爭取踢出我們最好的表現，並且逐漸進步。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這上面了。至於維尼修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說的還不夠清楚。只要維尼能夠上場，並且保持目前的表現，他就會出現在場上。他是一名非凡的球員。作為皇馬的教練，如果我想要有贏球的機會，我就需要他。我需要維尼修斯在場上。球隊目前狀態不錯，鬥志昂揚。拿下周6的比賽以後，我們知道歐冠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賽事。明天如果能贏，我們就離目標更近了。我們清楚這場比賽的重要性。說真的，对這一番話，老 K 必須點3個讚。為什麼呢？皇馬的陣容戰術不平衡的問題誰都看得到，但作為阿維羅亞，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抓士氣。很多時候一支弱隊是可以以弱勝強的，何況是皇馬。皇馬的球員們只要像大巴黎、像鄧貝萊去年夺歐冠決賽那樣的狀態，那樣的精神面貌，我相信皇馬能夠連勝。這不是老 K 在吹牛，老 K 真的在現在的曼聯和皇馬身上，在球員們的跑動當中，從他們的眼神裡，我讀到了一些東西。那麼未來1個月，咱們看看曼聯和皇馬的表現。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希望您在留言區寫下來，我們一起討論討論。對，作為一個主教練，我覺得阿維羅亞和現在的卡里克表現非常好，起碼他們的言論都是出自真心的，這是我很欣賞的一點。那麼最近關於 TA 的最新報道，皇馬現在拒絕透露阿維羅亞在皇馬的合同形式。但接近阿維羅亞的身邊人在暗示，阿維羅亞得到的皇馬這份合同並非僅限於本賽季。在自己43歲生日那天，阿維羅亞作為皇馬主帥首次亮相伯納烏球場，皇馬球迷會高呼他的名字。而巴薩第2天的失利，在俱樂部各個層面也受到了廣泛的慶祝。一位教練組成員表示，始終保持信念，這至關重要。
教練組的成員還表達了對皇馬最終奪冠的信心。阿維羅亞現在深受俱樂部董事會的青睞，他在上周一被任命為阿隆索的繼任者。然而，皇馬方面還沒有公開說明他究竟簽署了何種合同以及合同期限。當記者就此事詢問皇馬的時候，皇馬拒絕透露詳情，稱情況並不重要。然而，阿維羅亞身邊的消息人士暗示，這一份合同並非僅限於本賽季。不過，現在關於皇馬考慮尋找阿維羅亞的替代者的猜測越來越多。西班牙媒體提到的最多的名字是馬雷斯卡和克洛普，不過克洛普本人已經否認和這些傳聞有關。周三，在皇馬負於阿爾瓦塞特以後，一名皇馬球員透露，阿維羅亞第二天就和全隊進行了談話。他說，阿維羅亞並沒有生氣，而是要求球員們保持信心。一位參與皇馬訓練基地日常運作的消息人士說，阿維羅亞和球員們關係很好，他對球员們要求很嚴格，而球員們接受的也很好。與此同時，阿隆索教練組的所有成員都已經離開了皇馬，只剩定位球教練赫蘇斯·魯埃達，他是在8月加盟，將繼續留在球隊，但會擔任其他的職務。阿隆索的教練組共有8名成員，而阿維羅亞的教練組則有6名。皇馬俱樂部近幾周的立場始終未變。由於沒有理想人選，因此預計皇馬冬窗不會有任何的引援。他們也相信，儘管球隊已經從國王杯中出局，但目前的陣容足以讓他們為所有的冠軍主要就是聯賽和歐冠戰鬥到賽季結束。所以兄弟們，不要支持皇馬名宿和西班牙本地人，尤其是一個真正的马德里主義者的影響力。阿維羅亞如果帶得好，就得支持。那麼在歐冠的賽前發布會，姆巴佩也出席了。他說，我理解球迷的不滿，但如果要噓，應該噓全隊。他表達了对隊友維尼修斯的支持，後者近來飽受噓聲的困擾。姆巴佩說，我覺得我理解噓聲，也理解球迷。在成為球員之前，我也是個年輕人，如果不滿意，我也會罵球員，如果是在現場，我也會噓他們。我理解球迷的心情，因為我們表現不好。而我不喜歡的是，如果要噓，應該要噓全隊，不應該針對個別球員。我們踢得差，是全隊踢得差。我們也有在場上改变現狀的決心。我不認為皇馬球迷是在反對我們，他們是生氣了。我相信他們會再次站在我們這邊的。踢得不好，當然不能只怪維尼修斯，這是我們全隊的錯。我唯一想對球迷說的就是，要噓就請噓全隊，我們必須接受被噓，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很清楚，但不應該讓某幾個人背鍋，全隊都有責任。在皇馬總會有這樣的階段，我們必須改变現狀，我們明白這一點。現在維尼修斯，他和你和另外的人和所有人都一樣，他只是一個普通人，同時他也是一名優秀的球員，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家伙。我很有幸認識他，我很喜歡他。我們應該保護他，不能讓他一個人面對外界的壓力。他在皇馬不是孤軍奮戰，我們大家都支持他。當他在最佳狀態的時候，他就是世界最佳之一。而我不是維尼修斯。如果你想知道如果我会怎麼做，那我會把維尼修斯找過來。我不需要給他建議，我也沒有資格給別人建議。我唯一該做的就是照顧好他，保護好他。開心的維尼修斯是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過去阿隆索下課說阿隆索在這裡不成功。No， 這不是事實。阿隆索離開的時候還沒有決出冠軍呢。在我看來，哈維·阿隆索會成為一名非常優秀的教練。我和他關係很好，他也非常注重細節和打法。事已至此，這是俱樂部的決定，我們應該予以尊重。現在我們有了新的教練，這是他第一次執教職業球隊，我們會支持他的。在阿隆索下課以後，我和他聊過，我們關係很好，我們聊了聊生活，我想表達對他的支持。至於他的遭遇是否公平，我無權評判。我關心他，但生活就總是這個樣子。現在我應該帶着對阿隆索的感情，支持新的教練阿維羅亞。這就是高水平球員的生活的常態，這是俱樂部的決定，必須予以尊重。至於法國媒體認為我帶傷參加西超杯是為了拯救阿隆索的帥位，法國記者說的每句話我都得回應嗎？我去沙特是因為所有的比賽我都想參加，至於這樣做對不對我不知道，但我就是這樣的人。如果我有機會參加每場比賽，我就會上。我們制定了在西超杯復出的計劃，當我沒有能趕上和馬競的比賽，我很難過。當時我的情況並不適合出戰，但教練讓我過去支持球隊，我也盡力了，效果不是很好，因為我們沒有贏。現在我復出了，就得好好表現。至於大家認定我們球員對阿隆索不好，我想說，我能理解球迷的各種行為，有些記者的工作做得很好，有時候他們的報道是事實，有時候卻是假消息，所以我能理解球迷。
小時候我以為電視上說的都是真的，我明白人們會根據了解到的信息形成看法，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爭取重新贏得球迷的支持，讓他們再次加入皇馬這個大家庭。還有貝林厄姆，他也是犧牲的受害者。沒有人懷疑貝林厄姆的實力，他很有潛力，狀態好的時候他就是世界最佳之一。發生這種事兒，我們大家都很難過。我們可以接受觀眾的不滿，但他們應該噓所有人，這不是貝林厄姆或其他個別人的錯。改變現狀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在聯賽贏了，現在應該繼續在歐冠好好表現。如果觀眾看到我們有努力而且表現出色，他們會重新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接下來我們要對陣摩納哥。我過去在摩納哥的經歷非常美好，我實現了許多夢想，儘管我還有很多夢想有待實現。但正如我一直說的，如果不是因為摩納哥，我就不可能來到這裡。我在摩納哥學到了許多，得到了栽培。如果沒有摩納哥，也許我會走上截然不同的職業道路，但肯定不會有今天。這是我的幸運，他們給了我許多支持，讓我能夠實現成為職業球員的夢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份恩情。哈，說得太好了。老 K 真覺得姆巴佩和阿維羅亞是真的很適合當皇馬的牌面，一個是他們的忠誠，二是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是從自身去找問題，這一點非常的像 NBA 的科比。這是真正的高素質，真正的高情商。高情商就是任何時候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不會歇斯底里，不會失控，不會怨天尤人，不會把失敗歸結於客觀原因。老 K 真的覺得姆巴佩說話的情商呀，不是裝的，他真的很有領袖的範兒。這樣的發言真的太有水平了。對了，最近在非洲杯決賽罰失了點球之後，而且是非常非常關鍵的點球，布拉辛迪亞斯在社交媒體公開道歉，他表示要承擔所有的責任，而多位皇馬的隊友在他的評論區留言，送上了愛心的符號。那一場球，摩洛哥歷經加時0-1不敵塞內加爾，在比賽的最後階段罰丟了關鍵點球，布拉辛迪亞斯成為眾矢之的。他在文中寫道：我犯了錯，此刻非常痛苦，我承擔所有的責任，並向所有人真誠致歉。在他的貼文下方，像维尼修斯、居莱尔、赫伊森、弗蘭加西亚、卡雷拉斯以及前队友巴斯克斯都過來留下了愛心符號，表達對他的鼓勵和支持。所以有時候球迷們很難理解，因為足球這件事情就真的是以勝負論成敗。世界杯上、歐洲杯上、歐冠的決賽當中，很多著名的球星都罰過勺子點球，而且罰點球無論你有哪種方式，總會有失敗的時候。大心臟的球員選擇用勺子點球，那你就得承受勺子點球失敗所帶來的一切後果。所以老 K 真的非常能夠理解。那麼今天曼城終於官宣簽下了格伊，周薪超過30萬英鎊，合同5年半，所以也難怪沒有競爭對手和曼城搶格伊。轉會費據說將達到2000萬英鎊。還有巴薩的老隊長門將特爾施特根終於租借到赫羅納，已經達成口頭協議 ，Here we go 了。好，另一方面，美職聯的邁阿密國際官方宣布永久簽下塞爾塔的前鋒阿连德。阿連德26歲，曾經以租借身份加盟邁阿密國際，在25賽季表現驚豔。現在轉會過去，不出意外的話，可以輔佐球王梅西3年。好，另一方面，巴塞羅那的小將卡薩多現在不抵觸轉會到馬德里競技。馬競的體育總監阿萊曼尼將他視作加拉格爾的替代人選。目前馬德里競技還沒有提交正式報價，但巴薩俱樂部以及球員本人都通過經紀人門德斯知曉了馬德里競技的興趣。現在卡薩多在巴塞羅那球場上的出場時間大幅減少，不過巴薩主帥弗里克對他的認可没有改變。弗里克十分信任卡薩多，覺得他的技術特點是巴薩陣容中所缺少的。那麼除了馬競之外，曼聯和狼隊同樣在關注他。曼聯目前已經採取行動向他表達了興趣，而門德斯旗下的狼隊一直將卡薩多視為狼隊中場引援的潛在目標。好，巴塞羅那的中鋒位置，現在小蜘蛛阿爾瓦雷斯成為了巴薩9號位的引援头號目標，下窗將發起行動。巴塞羅那已經明確標注了未來的鋒線，阿爾瓦雷斯就是首選，而且這不是一般層面的興趣，而是一項明確的戰略決策。巴塞羅那對小蜘蛛有絕對的信心，內部評估認為他不僅是一名頂級射手，同時具備出色的戰術適應性和持續輸出進攻的能力，完全契合巴薩俱樂部希望重新確立的足球理念。在管理層看來，即便有其他的名字，阿爾瓦雷斯依然穩居首位，沒有任何動搖。現在巴薩對這筆潛在交易所做的規劃，被認為接近俱樂部歷史上重量級前鋒引援的級別。內部測算將他的影響力和當年的蘇亞雷斯相比較，當時巴薩為蘇亞雷斯投入了8000萬歐元。
這個數字也成為評估阿爾瓦雷斯轉會成本的重要參考。儘管阿爾瓦雷斯現在的市場估值可能會更高，但管理层已經將其納入可接受範圍。巴薩的立場十分明確，一旦自己的賬目完成修復並恢復規則允許的操作空間，引進9號位就成為轉會市場的首要任務。阿爾瓦雷斯就是最理想的選擇，他兼具飢餓感、頂級賽場的經驗，以及受到教練組高度評價的比賽投入度。所以，如果今年夏天經濟條件最終到位，轉會市場上的關鍵一擊，巴薩將帶有鮮明的阿根廷印記。25歲的阿爾瓦雷斯本賽季在馬德里競技聯賽首發19場，7個進球，3個助攻。那麼除了阿爾瓦雷斯之外，拜仁的哈里凱恩也是巴薩的目標之一。多個消息源透露，凱恩的合同中包含一項6500萬歐元的解約金條款，但除此之外，球員的薪水非常高，税前年收入約為2500萬歐元。另外，拜仁方面正在向哈里凱恩施加续約的压力，所以现在莱万留下来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好，隨着曼城正式以2000萬英鎊從水晶宮引進格伊，那麼根據統計，切爾西青訓出品目前效力於英超和歐洲頂級聯賽的球員，累計轉會費已經超過了9.3億英鎊。那麼過去老 K 也大概說過，貝克漢姆的大兒子布魯克林和父母的關係已經完全崩潰。今天布魯克林在社交媒體更新了長文，指責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一直試圖破壞他的感情關係，並表示父母們為了維護自己的表象，不惜在媒體上散布了大量的謊言。布魯克林是這樣寫道：多年來我一直選擇沉默，並竭盡全力將這些事情留在私人的層面。然而我的父母及其團隊不斷向媒體發聲，讓我別無選擇，只能親自站出來為自己說話，並澄清部分已經被刊登的謊言。我不希望與家人和解，我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控制，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為自己挺身而出。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我的父母始終在媒體上掌控着關於我們家庭的敘事，那些表演式的社交媒體內容、家庭活動以及缺乏真實情感的關係，構成了我自出生以來所處的環境。最近我親眼看到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表象，不惜在媒體上散布大量謊言，而這些謊言往往以無辜者為代價。但我始終相信，真相終究會被揭開。早在我結婚之前，我的父母就一直試圖破壞我的感情關係，這種行為從未停止。在婚禮臨近之際，我的母親突然取消為尼克拉制作婚紗，儘管她此前對穿上自己設計的婚紗充滿期待，這迫使她不得不緊急另尋婚紗。婚禮前數周，我的父母反覆向我施壓，甚至試圖以金錢誘使我簽署文件，放棄對自己姓名的相關權利，而這將影響到我、我的妻子以及我們未來的孩子。他們堅持要求我在婚禮前完成簽署，因為協議一旦生效就會啟動相關條款。我的拒絕影響了他們的收益。從那以後，他們對我的態度徹底改變。籌備婚禮期間，我的母親甚至因為我和尼克拉決定讓我的外祖母桑德拉以及尼克拉的外祖母納尼同坐主桌而稱我為邪惡，理由只是他們當時都沒有丈夫，而雙方父母則各自安排了同樣靠近主桌的座位。婚禮前的一晚，我的家人中有人對我說，尼克拉没有血緣關係，不算家人。自從我開始在家庭中為自己發聲，我便持續遭到父母在私下和公開場合的攻擊，這些內容均在他们的指使下被送往媒體，就連我的兄弟們也被要求在社交媒體上攻擊我，直到去年夏天，他們毫無徵兆地將我拉黑。我的母親還干預了我和妻子的第一支舞，那原本是提前數周安排好的一段浪漫舞蹈。在500名婚禮賓客面前，馬克·安東尼將我叫上舞台，流程中本應是我與妻子的舞蹈，卻變成了我母親等在那裡與我共舞。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做出了極不恰當的舉動，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到不適和屈辱的時刻。正因如此，我們希望通過重辦誓言儀式，重新創造屬於我們的婚禮記憶，那應當是喜悅和幸福，而不是焦慮與尷尬。無論我們多麼努力想要凝聚成一個整體，我的妻子始終遭到我家人的不尊重。我的母親多次將我過去交往過的女性帶入我們的生活，方式明顯帶有讓我們感到不適的目的。儘管如此，我們仍前往倫敦為我父親慶祝生日，卻被冷落了一整周，只能待在酒店房間裡，試圖安排與父親共度時光。父親拒絕了所有見面的請求，除非是在他那場有上百名賓客、遍布攝像機的大型生日派對上。
最終他同意見我，卻明確要求尼可拉不能出席，這對我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擊。隨後當家人前往洛杉磯的時候，他們完全拒絕與我見面。在我家人的眼中，公眾曝光與商業代言高於一切，貝克漢姆品牌永遠排在首位。所謂的家庭的愛，取決於你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多少內容，或者你是否能夠隨時放下工作，配合拍攝家庭的合照，哪怕這會犧牲我們的職業責任。多年來，我們一次次出席時裝秀、派對和媒體活動，只為了維繫完美家庭的形象。但當我的妻子請求我母親支持在洛杉磯山火期間救助流離失所的狗時，她卻選擇了拒絕。關於我的妻子控制我的說法完全顛倒是非。事實上，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一直被父母所控制。我從小生活在強烈的焦慮之中。自從與家人保持距離後，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種焦慮消失了。我每天醒來都對自己所選擇的生活心懷感激，並真正感受到平靜與解脫。我和我的妻子不希望過一種被形象、被媒體或操控左右的生活。我们所追求的只是屬於我們以及未來家庭的平靜、隱私與幸福。所以真是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布魯克林太過分，可如果所有的真相一點點撥開，好像同情他的人卻越來越多。是每個人為什麼要活在虛假的社交媒體上的形象上呢？過去看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他們那種社交達人，喜歡出席各種場面，看似親切，但總感覺有一種刻意包裝的感覺。任何人如果連自己的婚姻都要父母包辦的話，那真的挺痛苦的。我能理解明星家庭就靠形象賺錢，想保持高收入就要保持好形象，所以也必須要犧牲許多東西。世界還是挺公平的。楚門的世界不是人人都想過，有的人是表演型人格，而另一些人也許想要的只有2個字：真實。好，能夠聽到現在的，我相信都是咱們老 K 足球新聞的鐵粉了。所以情緒有些激動，也利用這個平台說一些不該說的話。這2天有新聞，中國的出生人口又創了新低，2025年只有792萬。這個數字在歷史上什麼水平呢？乾隆3年，當時中國的人口只有1.5億。我是怎麼知道的呢？因為今天群裡面有人轉了一個公眾號的分析裡面竟然把壞事唱成了好事，說是18年後的高考人少就不卷了，那幾年出生的孩子將明顯感受到人均資源倍增的時代紅利。公眾號的評論區還有一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人留言，有的說這批孩子會幸福，有的說真羨慕現在出生孩子的大環境都是國寶。這一個新聞和眾人的評論真的擊碎了老 K 心底最後的防線。老 K 為什麼帶着孩子和全家出國加拿大？不用想，不用說，大家都清楚。可是國家的經濟到了這種程度，老百姓用腳投票，出生人口降到了乾隆3年的水平，竟然還有一堆人能叫出好來。這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已經 3.0、4.0 推陳出新了吧？所以過去從小讀書，總是想着為什麼讀書，從小教我們為什麼讀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本身看足球、講足球，本質只是想娛樂。但有時候就像今天，真的是忍不住想說些什麼。每個人都知道世界正在發生怎麼樣的變化。川普堂而皇之不要臉的直接索取格陵蘭島，強取豪奪的嘴臉跟100-200年之前的帝國主義沒有任何區別。我一直認為，堅定地認為，人類不論以任何理由自相殘殺，都比畜生不如。所以足球裡面，足球俱樂部之間內部和外部各種人際鬥爭，就像今天的皇馬，昨天的曼聯。我很喜歡看這些故事，一切只圍繞着2個字：人性。就像阿隆索現在被有些球員和俱樂部背叛。其實聊這些心情是很輕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中發生的各種事，無論是杜琪峰的黑社會3部曲，還是各個國家不同體制、不同政治鬥爭的各種風起潮湧。男孩子嘛，男人對這些總是很感興趣，所以這就是老 K 為什麼每天聊足球新聞的樂趣所在。但今天看到某種政治鬥爭的後果在祖國發生這麼大的影響，這麼深遠而惡劣的後果，出生人口趕上了乾隆3年，而且竟有這麼多的擁躉，不自覺的竟能叫出好來。我是看魯迅的文章長大的，這一刻竟無言以對，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是非理性的想表達一種情緒，但這種情緒紅着眼睛對我來說也比較重要。所以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非常感謝大家。